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陈世轩议员、蓝轩小姐、赖士葆委员、刘采薇议员、唐湘龙先生。好，美国国防部报告，解放军在2030年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头，那而且会继续扩充核弹头到2035年哈。那现在可能是之前说是500枚、600枚了哈。那另外呢，中国军队的腐败阻碍了军事现代化啊，他们之前什么火箭军啊，什么也都发生问题了哈。那另外呢，国防部说中国的灰色作战效果适得其反，譬如说，他因为呢常常在这个跟菲律宾关系紧张，所以让美国跟菲律宾关系更密切。所以呢，意思说你中国其实达不到你的目的了哈。顾立雄说，这个因为美国国防部说中国对台湾动武会阻止美军介入了，那边就阻挡美军，所以顾立雄说我们要强化嚇阻能力来防止台湾有事。布林肯说呢，世界已经表态，台湾是我们的事情，并不是说台湾只是台湾的事情，跟我们无关，是我们的事情。不过布林肯快下台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参议院通过国防预算为了嚇阻北京呢，所以呢，这个等于是给台湾3亿美金来强化台湾的安全。我们看一下。美国五角大厦公布2024年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加大对台湾在外交、政治及军事上施压，包括在台湾周边的海军部署、增加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次数，以及在台湾周边的大规模公开军演，持续破坏台湾周边长久以来的行为规范。Where Taiwan Strait Centerline crossings used to be relatively rare and were reserved for political signaling purposes have now become routine, where we generally see hundreds of Strait Centerline crossings a year. 虽然习近平希望在2027年以前具备武力侵台能力，但美国国防部官员重申，冲突并非迫在眉睫且不可避免。今年中国军力报告首度提到解放军贪腐问题，认为这可能阻碍中国实现2027年军事现代化目标。报告指出，中国核弹头数量在过去1年增加100枚，和2020年相比翻了3倍。在今年年中，中国核弹头数量已经超过600枚，预计到2030年会超过1000枚。美国国安战略认定中国是步步进逼的挑战，总预算达8952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包括155亿美元的太平洋威慑倡议，以及设立台湾安全合作倡议。2025年最多可以动用3亿美元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这个星期，参众两院已经表决通过，下一步将送交拜登签署成法。美国总统拜登任内团结盟友，和中国在经济、科技上竞争。国务卿布林肯说，他跟中国外长王毅的每一场会谈，中方总是从抱怨美国跟盟友的行动开始，一讲就是30到45分钟。而台湾也是美国团结盟友的一个例子。What is trying to say every time the word Taiwan comes up? Don't even mention it. It's no one's business but our own.What we've been able to do is, I think, open the eyes of almost the entire world to the fact that, no, fundamentally, this is everyone's business. 好不好？反正中美一谈，老公就说谈到台湾，老公就不要谈，台湾是我们的内政问题，我们的事情，你不要介入。布林肯这边说，台湾不是只有你们的事情，是我们的事情。来，香港怎么看？从北京的角度来讲，解决两岸的问题是实力原则，换句话说，跟谁谈都没有用。就最后是由他的实力来决定。那美国国防部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反正他每年都会提。那今年呢，在 CSIS 就是我们常引用的这个智库，也是呢国防部的外围组织体。那如果要有特别的意义，就是说现在全球的情势紧张，那这又是拜登卸任前的最后一次的报告，也许对于就是说民主党的世界观呢，有一些参考的价值。不过我们把它讲的几个的重点简单谈。第一个就是说，他所形塑的中国大陆的军事预算，把各种的隐藏性的，他认为隐藏性该算入军事预算的所有的这算进来，大概呢3000亿美金。就算3000亿美金，这从他的版本，3000亿美金也不过是美国的国防预算的1/3。那第二个就是说，所有关于中国大陆核武器，中国大陆核武器呢在增加，这个是大概全世界都知道，不增加就不合理了。
中国大陆增加核武器是必然的，而且合理的。但是我唯一跟的报告的立场非常不一样，就是中国的核武器的增加太慢了。以现在呢国际情势变化的复杂度来讲，太慢。但是当他今年9月25号，他试射了东风31AG，经过40多年之后，第一次呢试射呢洲际导弹准确落地之后，显然美国非常清楚，美国现在只要是碰到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每一次一定谈核武。就像呢上个月才刚在呢南美见过面，即使拜登卸任前跟习近平见面，仍然在谈核武。强调呢，核武绝对不能够交给 AI， 一定要我们人跟人的 face to face 来决定核武器的使用。所以核武呢是美国现在最想要把中国拉进来，放进了全球框架里面去对话的内容。第四个就是在指责呢中国的所谓的灰色作战，觉得他对菲律宾如何，觉得呢这个呢对美国来讲好像捡到便宜一样。嘴是两张皮啊！美国人讲话你都必须要有，起码你要有反向解读的能力。中国最少是用灰色作战，他用的是海警。美国的作战是没有灰色的，美国的作战呢全都是黑色的、红色的，直接就是杀。明年是美国立国250周年，从1976年到明年2025年250周年。今年只要过了年之后，美国就开始大肆庆祝。川普一上来第一件事情呢，一定是大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250年里面呢，平均每6年美国打一次仗，每1年美国一定有美军在地球上面的某个位置当中或者几个位置在杀人。美军每1年都在地球上的某些角落里面杀人。今天地球上面的难民几乎100%都是美国创造的，近1000万的难民都是美国人创造的。这样的一群人，当你看到他侃而谈世界和平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喷饭嘛？你不会觉得想笑嘛？对，从台湾的角度来讲，面对到国共内战架构、两岸统一问题，台湾呢会有精神跟所有的未来的政治军事的压力。台湾在主观感受上面，我们生活在地方充分理解，可是理解国际大事的时候，循着美国人思维跟言语，把中国大陆今天这么一点点的军事预算跟军事准备视为全球性威胁的增加，那在讲些什么东西？不管他叫做布林肯，不管他叫蔡斯，不管他叫做川普或者是拜登，都一样，鬼扯一通，他们是看不见自己的。中国起码45，从1979年之后到现在为止，已经45年没有在中国境外动过一枪一炮，连中国境内都是非常压抑的。美国我说了，每一天都有美国大兵在地球上面的某一个角落杀人，或者参与战争，它没有灰色地带，它全部都是黑色地带，直接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呢，在提所谓的军力报告，在指责其他国家发展军力，威胁的它的安全，他在讲什么东西呢？美国习惯的唯我独尊，以美国化为全球化，以美国价值为全球价值，以美国的利益呢作为它的全球利益，这是美国的标准论述。这种论述，美国人自己呢关门自嗨讲算了。你作为非美国人，你在听他讲话的时候，你起码要有思辨的能力。就基本上美国是我可以，你不可啦。我可以发展核武，你不可发展核武；我可以把兵派到海外去，你不可以。美国就是这样子嘛。来，施宝兄，我看一下啊，他今天比较显著的标题啊，大家注意到的是说，他很快的会到1000枚的核子弹头，一年多100枚1年多100枚。可是美国有多少呢？超过5000了。俄罗斯将近6000了。对不对？你一来讲的话，它现在是几百，跟这个美国来比还是差一大截，而且你说未来几年这个中国大陆这样子发展核武啊，美国难道不会增加吗？美国也会增加啊。这一部分他没有讲，他就讲这个中国大陆是这样的。第二个我要谈的是，这布林肯强调说，他每次跟老共谈的时候，老共就说，台湾是我们的事，没列台机啊，只是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你讲说我们的事什么意思？某种程度就大大的鼓励台独的力量喽。就是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你也可以讲说啊，台湾跟中国大陆不关联呀，没有关系了啊，这是全世界我们要一起，他要跟中国大陆要共管台湾，或者说他要保护台湾。第三个我要强调的是，川普前一阵子才讲啊，
他让台海不要打仗，靠的不是这个啊，靠的不是说哎呀武器怎么等等的，叫他不要打，或者是说他如果打台湾，我要去打他的北京，不是啊，靠的是交情，他靠的是他跟习近平这个要过硬的交情，这么好的交情，叫他不要打，习近平会听他的话，所以他不会打，他变这个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到美国出这个报告跟他的思维，你就发现到拜登的现在的做法跟川普未来的做法，其实很多地方是矛盾的。一方面，你凸显中国大陆的兵力，它的发展多么的快啦，钱砸了多少啦。可是另一方面，你又想到说，川普未来他不是要用这个来嚇阻中国大陆进犯台湾，而是用他跟习近平的交情。所以这里面太多的讯息，我们要好好的解读。嘉宇。其实中国大陆内部的问题，最近大家也不断的披露，包括说，习近平半年多来清洗了超过15名以上的这些解放军的高层，那再加上习近平身边，大家认为说，一向从福建跟着习近平，到现在是中央军委高层的苗华，最近也中箭落马，也凸显说，这个习近平跟解放军之间，是不是也有某种程度的矛盾？因为这个解放军报在最近这个礼拜就披露说，中共应该要回归到集体领导，而不是一家之言，似乎想要挑战习近平的地位，所以这也是外界在看说中共内部的不管是贪腐的问题、军事的腐败，或者是说权力的斗争的问题，这些都对习近平他现在的领导地位是有这个更大的危机。所以当我们在看说，哎呀，中共要怎么样兵力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它内部更大的问题可能还山雨欲来。那再加上说，最近大家在看说什么军舰90艘，这个围绕着台湾，然后跟以前不一样的是，完全都没有发布任何的公告。然后像以前中共可能是会不断的宣传，做大内宣、大外宣，这一次是非常的低调，也被认为说，是不是有一种就是挑战习近平，然后这个军方自己在自己做这样子的一个超演的作为，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观察说，最近中共内部的这种权力斗争会不会越来越严重？那至于台湾，现在就是把我们该有的国防自主，该有的这些国建国造等等的这些工程，保卫好自己的国家，把自己做好是最重要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韩国呢，尹锡悦夫妇的国师，台湾很喜欢搞这个，看起来韩国也喜欢搞这东西啊，叫做渐进法师。台湾选举有很多人去算命啊什么，就很多时候我问他说：“你看起来不会当选，为什么去选？”算命说我会当选了那这个叫做全成匪被抓了，因为他怀疑收大额非法政治献金。总统的国师为什么收钱？表示他对总统有影响嘛，对总统的夫妇有影响。尤其这个总统的太太也蛮迷信的。当然也不能说他迷信了因为大家也都在讲说，那个青瓦台是不是有问题，风水不好，所以每一任总统这个不是什么被关了，就是跳崖自杀等等。所以呢，他已经叫尹锡悦上班不要在青瓦台，在国防部。就这样还是逃不了这个魔咒所以看起来跟青瓦台无关，而是你总统本身到底怎么做的那现在连国师都被抓了而且收了大量的政治现金。那另外呢，他们有个叫戒严联合侦查组传唤尹锡悦结果呢，他进入一概拒绝接受、拒绝出席，什么统统拒绝。那之前呢，他尹锡悦的理由是说，你们太多单位了检察官归检察官，什么警察归警察，什么调查归调查。后来他们现在已经协调了就是说只有一个单位让你尹锡悦没话讲那现在宪法法庭命令尹锡悦12月24号以前要交的戒严时内阁会议记录。你戒严，那当时你内阁开了会议怎么讲了？哪些赞成，哪些反对那另外呢，要调查尹锡悦不是那么顺利总统的保安室说，军事机密不能配合这个搜查，我们都是军事机密跟北韩有关，你们随便来搜查不行这牵涉到国家机密那有法学权威说，
宪法法庭呢，虽然有一个是尹锡悦任命的，但是呢，会全部同意来这里弹劾他。那戒严当晚呢，军方准备了1万颗子弹，配上狙击枪，而且呢，黑鹰机呢会空降国会，就基本上他们要阻止国会开会了。但是呢，那天因为军队也没有完全配合，并没有真的真枪实弹去打。然后呢，这个他们这个在野党的议员又翻墙，墙也不高，翻进去开会做了决议，说这个禁止这个戒严，才阻止了。否则，如果他真的把国会清空了，然后呢，把国会议员也逮走了，也没有国会议员开会啊，就阻止不了他哈。所以呢，当晚呢，其实蛮恐怖的你现在知道真相后蛮恐怖的。那另外呢，现在韩国外长坦言，因为戒严令，现在呢要跟川普团队沟通有点困难哈。那另外，川普他跟金小胖好朋友啊，所以有可能跟北韩再重启核谈判，所以南韩也在准备要因应哈。我们看一下。手掌心写着一个王字，这段2022年尹锡悦辩论时的画面喧腾一时，当时就盛传他笃信巫术，有法师在背后指点，让他登上大位。 저 씨는 지난 2018년 지방선거 당시 출마자 여러 명으로부터 불법 자금을 받은 혐의를 받고 있습니다. 不过戒严之乱后，这个曾被尹锡悦当顾问的人也遭逮捕，过去有关他的争议又浮上台面。 이 사진과 영상으로 인해서 건진 법사와 김건희 씨가 무관하다는 국민의힘 쪽 주장은 설득력을 잃어버렸습니다. 本名全程培的渐进法师，早在2007就当过南韩第一夫人金建熙美术策展公司顾问，2022再当上尹锡悦网络竞选团顾问，插手每日行程、人事安排，地位更像尹锡悦国师。但这位宗教界军师如今被以涉嫌收贿为由紧急逮捕，是否也与戒严令有关，有待进一步调查。 비상계엄 사태를 수사 중인 검찰이 육군 특수전사령부 김현태 707 특임단장을 참고인으로 소환했습니다. 南韩检方也传唤有白虎部队之称的707特殊任务团团长，他承诺会如实告知实情。另外，南韩外长透露，他已经与美国总统拜登还有国务卿布林肯通话，韩美同盟不会因为政局混乱而松动。好吧，那个蓝轩怎么看南韩的政局？ 我觉得国事这个事情实在是真的，我是不是不晓得是不是东方都这个样子，还是说其实全世界都这个样子？大家记不记得，像以前国民党里面有很多那种信观音的啊。 那这个郭台铭很信这个关公啊，那记不记得先前那个罗志正传出桃色纠纷的时候，他不是去录那个蔡英文的音吗？他里面电话讲话是讲什么呢？他是建议蔡英文去看一个在什么新北市哪里山上的一个什么师傅啊，什么东西的。你看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会聊到这个看师傅，就代表说他可能也认为蔡英文平常也有在看师傅，所以他才建议说这个师傅更灵啊，现在整个政坛很纷扰啦，去看一看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这个真的有点这个牛给蛇神的感觉了但回过头来讲，那当然很显然的，这个尹锡悦不管是手上写个王，还是他们说呢什么就职典礼的时候呢，他要求这个代表要拿着桃树的花束通通走进去不是桃树拿驱魔的那种嘛，不可就是要很多的仪式啦。那包括呢搬离青瓦台等等，显然都没有用了所以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对于民主的尊重，以及呢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政治性格，以及在一个朝小野大的状况底下，他如何的去主导国政。 是不是具有反省的能力？我觉得都是尹锡悦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那我觉得对于这个南韩来看的话呢，问题确实还蛮棘手的。我们刚刚前一段在讲到说美国，其实美国的问题包括布林肯很特别，他在快要卸任前才讲到说，哎呀，我们曾经跟中国说，不是只有你们自己的事情，是全世界都已经表态了，台湾是大家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才讲，我觉得当然也是有点这个人之下台，其言也善嘛他可以更早讲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世界都表态了吗？其实你去看南韩这个部分，为什么大家会讨论它，会关心它？因为呢，不只是美国要上台的川普本身可能会造成一个变数。如果说尹锡悦真的下台的话，目前李在明可能是具有在野党当中最有可能这个去参选总统大选的。他就曾经讲过说，台海的问题是台海自己的事情。他说南韩呢建议不要去做任何的介入。他说呢，他就跟尹锡悦说，你就跟中国说声谢谢，你就跟台湾说声谢谢，然后呢管南韩自己的事情就好。那事实上不只是
是这个南韩的部分，法国的马克龙也曾经讲过说台海的问题呢不要涉入哦，所以当然后来欧洲很多国家是批评他了哦。但我的意思是说，目前的话呢，其实整个的美国为首的这样的一个觉得自己是世界中心的那么一个逻辑，到了川普上台之后还会不会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的话就是南韩自己本身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改变，实际上大家都在看啊。那尹学院目前看起来的话，我看今天有一位曾经担任过李明博这个执政时期的一个法制处长曾经讲过，他现在也是算是说是南韩当中的宪法权威了啊。他认为呢，目前的这个大法官当中应该都会一致通过哦。他描述说是认为现在尹锡悦所触犯到的践踏民主体制的状况，比起当初的朴槿惠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完完全是两个不同等级的事情哦。我非常赞成，因为我认为戒严这件事情，尤其在民主国家戒严这件事情，是一点点的想法都不该要有的事情，这个非常邪恶的、非常一个糟糕、独裁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尹锡悦目前为止是触众怒了啦啊！那当然，目前看起来有两条路要走，一个就是政治这方面，政治这方面的话呢，弹劾国会已经过了，那接下来就是宪法法庭。那宪法法庭是不是如同我们刚刚讲到的南韩那位宪法权威所说的，应该会过2个月之内，大概就会见真章。那另外一个是目前尹锡悦我看起来他最极力去抵抗的，因为那个问题已经不只是在于说他是不是要下台，是不是南韩要重新总统大选。那是问他会不会坐牢的问题，因为坐牢的话，如果他纯粹只是弹劾，他可能就是下台而已。但是如果说他触犯了内乱罪的话，目前的依照他的状况，事实上他是主谋，而且很多的证据，刚刚赵先生也讲到了，什么他准备要把这个国会议员从国会里面拖出来，啊，包括呢要把军队派去这个什么选委会啊，避免他们要重新进行选举。这些事情都是他打算要去做的，只是他们底下的人没有去听命而已。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呢，他这样那个主谋的内乱罪的首谋，应该可能会到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所以对他来说可能不只是坐牢的问题而已。所以你会发现尹锡悦这部分一直在全力抵挡，但是抵挡的过程当中，我不相信他没事做啦，我觉得他可能在销毁一些东西吧。所以到最后，他可能这些相关的通联记录啦、等等的证据啦，还在不在？那南韩的这个特别为了这个事情成立的特侦本部，是不是可以真正的把它绳之以法？我觉得这么未来要继续进行。我觉得尹锡悦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看不起民主了。这段期间，我们也不断的在跟一些我们南韩之前有接触过的一些地方议员在聊天。那我觉得非常特别哦，这些年轻议员呢，不分党派哦，包含国民力量党自己的年轻议员，都认为尹锡悦应该要下台，都认为尹锡悦不应该再担任韩国的这个领导了。所以我觉得韩国整体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气氛，而且他们最大的是认为说，尽管尹锡悦他今天不管下不下台，这次的戒严都已经严重影响到整个南韩的一个国际形象了。其实包含今天早上的新闻哦，今天南韩的央行呢，它就下调了它的经济增长的预测到2.1%，是比之前的经济预测还少0.1的。那包含南韩之前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啊，也都说这次的戒严不只是经济会受到非常非常重大一个影响，还有包含整个政坛会有非常非常动乱的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时刻，可能是10年，可能是20年，而且甚至是旅游也都会整体受到影响。也就是说，现在尹锡悦现在南韩整个是内忧外患。所以再说到川普其实过去一直都是夸口自己的谈判能力，他认为自己最有筹码就是大家都猜不到，谈判能力非常好。所以在南韩自己的这个政局又完全非常非常乱的一个状况之下，川普有没有可能会利用南北韩的一个争议，然后趁虚而入？那在尹锡悦现在可能自己又很想要保住自己这个领导的位置的状况之下，那很有可能就会被川普趁虚而入。我觉得这是尹锡悦跟国民力量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尹锡悦真的最好不要再就是继续坚持下去了，就是不要再这样困兽之斗了，否则接下来就没有本钱再跟川普进行谈判。那香港要补充，我们刚的嘉瑜呢提到，就是说大陆的贪腐，当习近平呢严厉的去检视跟处置，同时很有效的2个国防部长下台，2个军头下台，两个火箭军的这领导人先下台，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是应该给他拍手吗？他整治贪腐雷厉风行这么的有效，然后之后他亲自呢到安徽视察火箭军，然后看着呢
看着东风31AG 导弹的成功的试射，从个军事管理要求军中呢，要求连结这件事情，是习近平3个任期里面呢，他非常重要的成绩。他第1个任期他打贪污，第2任期打贫穷，我只希望他第3任期不要打台湾。好，那韩国我们也是倒过来看，老实讲，韩国要戒严，关我们屁事呢？韩国要戒严是每个国家法律里面都有的东西，只是他们自己必须要去认定，就是说今天他宣布戒严符不符合呢韩国当下的政治情势的需要。那韩国人认为怎么可能符合？他基本上面的是违法的，是一个呢流产的政变，那是韩国人判断，高度尊重。我们既不需要呢让小编发个文呢去肯定他，自我类比，好像呢非常的同情他，也不需要去反对他，因为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尹锡悦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可怕的，因为他想借刀杀人。他不止呢要把国会议员呢从呢国会里面拖出来，让他没有办法呢完成法定，那把它终止掉呢戒严的程序。请问你知道，当我派军队呢到国会里面想要拉人出来的时候，台湾虽然没有这样子做，可是台湾绕很多人去包围国会啊，这有很大不一样吗？你认为今天只是因为呢，他派了一支特种部队呢，想要挡住戒严，所以很可耻。可是平常我动不动绕一堆人呢，在国会外头的时候就无所谓，什么时候发生事情是不知道的。同时呢，他想要呢把他嫁祸呢给朝鲜，嫁祸给中国，然后呢让美国借刀杀人，既能够满足他戒严呢彻底呢打垮呢在野党的目标，同时呢让美国呢直接呢出兵呢去修理呢平壤，这才是尹锡悦可怕的。尹锡悦在干的事情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同个时间呢，就是刚刚高嘉瑜提到的是，我们更值得关注，就是解放军这一次他真的军演吗？他有讲他的是联合利剑 C 嘛？他有说呢，他针对呢台湾，针对赖清德的出访的南太的3个小国家很不爽，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讲，他是不敢讲吗？他过去每一次都公开讲啊。他过去对你赖清德不爽，对你民进党谁不爽，他什么时候压抑过？那他有什么理由？他这次需要压抑，假装的好像呢，他军演被台湾识破了，所以不好意思讲出来。90几艘的军舰在海上监测可以看得到的，可是那是分散在非常非常广阔的海域里面，他一定在做某一些呢，他军事上的训练。可是有没有针对台湾？连美国、日本都说没有，你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可是民进党从安全部门、从国防部门不断的一波一波的放话说有，他就在军演，而且他正在针对台湾。请问你在放这些消息的时候，跟尹锡悦呢在操作借刀杀人，想要把平壤给害死，把平壤拖进来，有啥不一样？为什么同个时间里面，韩国的尹锡悦呢跟台湾的民进党的赖清德政府同时呢在制造呢假消息，意图呢把他呢政治上面、军事上面的假想敌的对手把他拖进来，让全世界都认为他的假想敌准备对他不利，然后让他呢在政治上面内部政治处理变得比较有效，这才是我们应该警觉的。不要认为今天尹锡悦干的事情台湾没有人干，台湾的那个味道是很像的。休息一下再回来。